第1053章再见丹雷。厚厚的乌云凝聚在山谷上空，天际刚刚出现的一丝晨辉便是直接被遮掩而去，一时间整个山谷都是显得格外的暗沉，唯有着那银色闪电划破乌云时，方才能够照亮下方的山谷。在天空上乌云凝聚时，那石台上的丹香也是浓郁到了一个顶峰地步，甚至是连石台周围的天地能量都是被这股丹香所牵引，发出细微的颤动。药鼎之内，碧绿火焰熊熊燃烧，在那火焰上空处，一枚青红相映的浑元丹药正在滴溜溜地旋转着，一股惊人的能量不断地从其中扩散而出，旋即撞击在药鼎内壁上，发出哐锵的金铁声响。萧炎望着药鼎之内那翻转的丹药，苍白的脸庞上也是不由得浮现一抹笑容，眼皮缓缓耷下，一股疲惫由灵魂深处蔓延而出，令得他有些昏昏欲睡。这次的承担对于他的消耗实在是太过庞大了一些，若非是心中那股毅力支撑，恐怕也是难以成功。天空上划破乌云的雷霆映照着萧炎那张苍白脸庞，显得格外的虚弱。他这种状态任谁都知道，他已经是彻底的竭尽全力了。言萧小友，大恩不言谢，丹雷的事交给老夫便好，你先歇息一下。见到萧炎那副虚弱状态，唐振也是从激动中清醒了过来，连忙抱拳道：语罢。唐振刚欲升空与这所谓的丹雷斗上一斗，却是突然听得萧炎喘息声响起：唐谷主，丹雷交给我来吧。闻言，唐振一怔，旋即急忙道：言萧小友，放心吧，这丹雷奈何不了老夫，你现在的状态怎么可能还接得下这丹雷？我当然知道你能接下丹雷，可我的地妖魁还需要这丹雷要淬炼身体呢。萧炎翻了翻白眼，在心中嘀咕了一声，旋即手掌一挥，通体呈璀璨银色的地妖魁便是闪落而出。他看了一眼唐振，轻笑道：唐谷主，这丹雷与我有些作用，所以便请别跟我抢了吧。上一次的地妖魁经过丹雷的洗礼后，无疑是提升了许多，若是这一次再来一回的话，恐怕威力还会有所提升。这东西可是萧炎的金牌打手，能够提升他的实力，那自然是最好。见到那突然出现的地妖魁，唐振也是一怔，旋即眼中掠过一抹诧异，惊声道：傀儡。以唐振的眼力，自然是能够一眼便是地妖魁的底细，对此萧炎也是并未感到如何意外，抬头看了一眼天空上那越来越浓郁的乌云，点了点头。既然言萧小友执意如此，那便由你的傀儡上吧，若是待会有什么状况的话，只管说一声便是。虽然不知道为何萧炎对自己的傀儡有着这般信心，但丹雷是萧炎召唤而出，他自然是不好多说什么。而且前者能够帮助他将火扑丹成功的炼制出来，已经是给了他一个相当大的恩情，这点小事他自然是不会多说什么。萧炎含笑点头，目光望着天空，旋即有些虚弱地抬起手来，轻声道：去。命令声刚刚落下，地妖魁脚掌顿时狠狠一跺地面，身形如火箭般的拔升而起，旋即直接是停在天空上，在其头顶几十丈处，便是那散发着浓郁雷威的重重乌云。见到地妖魁居然能够如斗宗强者那般悬空，唐振眼中的讶异之色不由得更浓，在心中啧啧赞叹了一声。他发现现在他似乎是越来越看不透这个看上去极为年轻的青年了，不仅身怀异火，而且还在炼药术上有着如此之高的造诣，如今更是拿出了一个堪比斗宗强者的傀儡，这些种种皆是令得萧炎的身份变得神秘了许多。石台上的这些变故也是被在场的众人收入眼中，特别是在见到萧炎居然自己照出了一个银色人影飞上天空后，皆是一愣。由于傀儡并没有气息的存在，因此一些感知敏锐之辈一探下便是知道了他的底细。居然是傀儡，难道言萧想要用这傀儡来抗住丹雷吗？7品高级丹药所形成的丹雷可不是儿戏啊，即便是5星以上的斗宗强者，要将之抗下来都是颇为勉强，那傀儡能接下？对于萧炎的这般举动，在场的人皆是极为的疑惑，但由于先前萧炎的种种惊人表现，他们也是学乖了许多，不敢再胡乱出言嘲讽，因为现在任谁都是能知道，这位看上去年龄比他们小上极多的青年，在炼药术的成就上可
可远非他们能够相比。这事虽然对这些炼药大师有些残酷，但毕竟是事实，即便再难以接受，也是逃避不了。而既然不能逃避，那也就只能强行接受了。当然，有着这种想法的人，也并非仅仅是他们。广场周围的那些焚炎谷弟子，皆是有些搞不清楚萧炎此举何意。若是萧炎全盛状态要来接下丹雷的话，他们或许还能信个1、2分，但此刻的后者已是强弩之末，别说接丹雷了，恐怕随便一名焚炎谷弟子都是能够在这种时候将其击败。爹爹在想什么？虽然接丹雷的是那傀儡，但后者明显与炎萧有所联系，若是傀儡被丹雷击毁的话，那他也是会因此而再度受伤。以他现在的状态，可很难接得下这等冲击啊！唐火柳眉微蹙地望着天空上的那道银色身影，忍不住地低声喃喃道。对于广场周围那些一道道疑惑目光，萧炎并未在意，也没那时间去理会，因为天空上的乌云在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后，已经是开始跃跃欲发，低沉而响亮的雷鸣之声轰隆隆地不断响起。不知道若是将这些丹雷吸收的话，地妖魁能否晋级？萧炎低声自语道。地妖魁分为天地人3级，起初炼制而出时只是最低的人级而已，但经过那一次丹雷的洗礼后，却是一跃进入了地级层次。仅仅是地级层次的地妖魁，便是能够与5、6星的斗宗强者抗衡。若是最高级的天妖魁，恐怕即便是面对着斗尊强者，也是有着一战之力。斗尊接别的傀儡。一想到此处，萧炎内心不由得变得火烫起来，旋即又是逐渐冷静下来。想要达到天级，岂是那般容易？这种事只能慢慢的来。轰！在萧炎念头转头间，天际之上一道惊雷突然炸响，旋即只见得一道足有大腿粗壮的银雷，犹如一条银色巨蟒般撕裂乌云，然后闪电般的对着石台之上的药鼎暴掠而去。在银雷射出之时，萧炎心头也是一动，天空上的地妖魁顿时闪掠而下，旋即率先的出现在石台之上，张开双臂，直接让那道银色巨雷狠狠地轰击在身体之上。砰！银雷撞击在傀儡身体之上，一道异常沉闷的声音顿时响起，令得在场的人心脏都是狠狠地跳了跳。地妖魁的身形直接是被这道银雷砸落了将近几十米，然后方才强行稳住。此刻他的身体上无数银色电流闪烁，不断地对着其身体之内侵蚀而去。若是换作正常的人，恐怕此刻早就是皮开肉绽，但地妖魁却是没有丝毫的感觉，反而那具干枯的身体在雷电的侵蚀下逐渐的越加强化，居然是在吸收丹雷的力量。唐振望着那被银雷击中但却并没有什么事情，反而在不断吸收那雷霆之力的地妖魁眼中也是不由得掠过一抹震惊之色。轰轰轰！一道银雷被地妖魁轻易接下，天空上的乌云也是剧烈的翻涌了起来。一瞬间后，又是3道比先前更加粗壮的雷霆带起轰隆隆的炸响声，从乌云之中暴掠而出。砰砰砰！面对着3道银雷，地妖魁在萧炎的操控下没有丝毫的犹豫，犹如一枚引雷针一般，直接是再度将3道银雷给引到了自己身上去。在3道银雷的凶猛冲击下，地妖魁的身体不断的降落，最后一次甚至是直接被砸落地面，双脚都是深深地插在了坚硬的石板之内。但在银雷消散后，他又是直接拔升而起，浑身散发着璀璨银光的悬浮天空，犹如一尊永远都击不倒的战神一般威风凛凛。面对着地妖魁这般挑衅，那丹雷也是宛如愤怒起来一般，不断的从乌云之中喷吐出巨大的雷霆劈链，然后犹如机关枪一般噼里啪啦的尽数招呼在地妖魁的身体上。那般壮观一幕，看得人有种呼吸停滞的感觉。石台上，萧炎目光望着天空上那在丹雷的轰击下不断的下落，但又是不断拔升而起的地妖魁，脸庞上也是不由得浮现一抹有些期待的笑容。不知道经过这一次的丹雷洗礼，地妖魁能强化到何种地步？想到此处，萧炎心中便是越发的有些迫不及待。